插在烟头啊或者 OBD 的话，他们只嘴巴上说有提升马力，可是有没有做 dyno 测试给你们看是没有的。水温差不多了，油温差不多了。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好，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乱拍系列。今天呢是一个美好的星期六啊，早就驾一个爱车去见识一下啊。因为这里很多朋友们都问我啊，Eder啊，如果我改一个进气的话，对这个车子的马力、还有扭力啊，还有这个 response 啊，会不会有所提升呢？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这些东西哦，用嘴巴讲没有意思，你知道吗？因为哦，讲而已嘛。你看啊，最近在 Facebook 啊，我还是看到已经超过20年了，还是有人会相信这种东西，就是说在你的烟头上面插了一个东西，会提升你的车的马力，还有啊 turbo lag 会减少，尤其是像 X70 这样 turbo lag。X70 呢，它本身会有一个很严重的 turbo lag 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它起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会比较迟钝。其实 X70 不是 turbo lag 而已啦，是它的起步的时候，其实是它的那个 DCT 双离合在 lag， 不是 turbo lag bro。所以这些产品啊，插在烟头啊或者 OBD 的话，他们只嘴巴上说有提升马力，可是有没有做 dyno 测试给你们看是没有的。所以这些用嘴巴讲的，我就不想要讲这样多。所以今天我就带你们去看看一个产品，它是一个 cold air intake。顾名思义啊，如果你的车在越冷的状态下呢，驾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越有力的。就好像今天你在晚上开车，跟你下午开车大热天的时候，是不是感觉那个车子的动力是不是有差距呢？所以今天就带你们去测试一下这个 cold air intake， 然后再去做一个马力测试，看看有没有提升马力呢？好了，各位，我现在在3位的改装街啦。在后面这一间 BBD Tuning， 它卖了很多各式各类的这一个改装产品。今天呢，我们将是会带你们去看一下一个 Cold Air Intake， 它牌子的名字叫做 Spirit R。肯定你们是没有听过这个牌子是吧？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新的牌子，是 Made in Malaysia 的。很多人改车呢都是要求一些外国牌子啊，牌子是没有错啊，可是呢，它能不能上马力，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很多 tuner 会跟你说，今天如果你想要 remap 要有成绩的话，你一定要改 intake， 然后改 downpipe、改 exhaust 那些就可以上马力了。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说，只是改一个 cold air intake， 不需要 remap， 它可以上大概12匹马力左右，你信不信？如果你不信的话，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看，再做一个 dyno 测试，知道了咯。带你们去认识一下老板 ，Let's go。他脱鞋的哦，对不对？老板，也是老板 Morning。看到来这边呢是一个让客人可以上来休息的地方，对，还有一些 display 它的那些其他的 product 啊，环境很舒服。我现在的改车哦，真的是越做越像 cafe 啊，这样客人等着改车的同时，然后又要有 aircon， 现在就是做生意就是要这样了的啊。我想问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人新车啊、newbie 啊改车的时候啊，很想知道一些问题，就是今天我改装我的车，这个尤其是 cold air intake 的话，它会不会 void 到任何的这些 warranty？For warranty purposes 呢，每次我们都会建议顾客在安装了什么改装品过后都好，只要它是 plug and play 的，就好像这个 cold intake 是 plug and play 的，把原装的 intake 收起来。Just in case 你需要回去 claim 什么都好，就把原装的再装回去就好了。那最近的 market 啊，最多人改的是什么车？现在我们这边做得多的都会是 CV， 包括 FC、FE、FK8R、FL5 这些车，现在也会比较偏向又是日本车的。最近呢，最有性价比的车就是 Honda Civic FE 啦，因为 FC 已经比较旧了一点点 ，FE 很多人出新车，然后很多人就改，所以我们最近就推出了一个最新的产品，它就是来自于 Spirit R 的 Cold Air Intake。那把它装在你的车的话，能否提升马力啊那些嘛？我们对这个 intake 我们自己要做 in-house 的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efore 我们就卖给我们的顾客吧。所以这个 product 的话，我们老实讲是很有信心，因为已经我们 dyno tested proven 它是可以提升马力的。为什么我们已经原装有 filter 了嘛，我们还要改这个 cold air intake 下去呢？基本来讲就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可能是顾客就很喜欢有 turbo 车吧，我需要有turbo spooling 的声音，就让
个是零。对，就那个原装 intake 是会给到你的，包括它有很多那种chamber to灭音，最主要是因为原装车很多都是冲着 comfort 吧去 design 那样东西。第二呢，就是会有所谓提升马力吧。原装的 filter element 跟改装过后的那个 filter element 是不一样。原装可能就两个原因 ，manufacturer 必须要 lower down 它的 cost，与此同时 make sure filtration 是好的。But for aftermarket，of course， 顾客舍得花钱，就可以花多一点点钱去拿比较好的这些 filter element。就是说我改了这个 intake 之后，它的进气也会比较多，就好像我们的人呐、是不是呼吸？就好像你穿一个戴口罩吧，哦我们讲戴口罩吧。对对对以前 MCO 的时候就戴口罩吧，就把了啊，你就很喘吧，所以你就把那个口罩拿走了，你的车就呼吸得比较舒服一点咯。可是我们车又不可以不放这个 filter 哦，因为怕有那些沙石啊进来嘛，对所以我们就会用这种 high performance。可是呢，我们一直有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啊，一直吸热风的引擎又是不好的哦，又没有力的哦那个车。这样这个 Spirit R 它有什么东西可以解决它吸热风的问题？我们比较喜欢的就是它的 airbox 的 design，所以它不是属于 open 的，所以它是有一个 airbox to enclose 那个 filter to make sure 那个 filter 是不会吸到热风，而且它原装有一个 S scoop， 所以它还是好好的利用回那个原装的那个 S scoop， 真的bring in fresh air from 外面 inside to the airbox。卖价是大概多少？卖价的话是现在是1499。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啊，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过来这边找 Zack， 然后跟他讲你看了我这个影片的话，他会给你优惠啊。可以好不好可以吗，没问题没问题。约一下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性价比蛮高，因为1500块买到这样好的一个 product， 能够提升马力，而且第二个重点就是它很轻罢了，它是用这 aluminium 的嘛。对我们也参观了一系列的这些产品，如果你们想要改其他东西的话，这边还是有的，你们不妨可以过来这边参观参观，跟老板吹水一下啦。我们去安装那个 FE 了，然后我们去可以，然后我们就去 Dyno 咯，试车咯， Let's 讲 go 多没有用啊。这样，我们要给大家看数据很重要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它是 Honda Civic FE 啊。今天我们要做的测试是这辆车呢，完全都是没有经过改太多东西的，就改了一点 strut bar、Spirit R 的 intake， 避震器方面呢就改过 adjustable 了啦，我就改过一个包雨 rim 跟轮胎，而且这个车子挺有口味的哈，有 Yokohama V601，这后面的 exhaust 的 muffler 就是这样子罢了，down pipe 啊 charge pipe 完全都没有哦，只是声音。所以 intake 换好了，各位，我们去 dyno 啦，各位 ，let's go。OK guys，我们现在做完马力测试了，你会看到原装的 Civic FE 的马力呢是154匹左右的。那经过换了这个 Spirit R 的 Cold Air Intake 之后呢，它的马力上到166匹马力的，整整上了12匹马力啊，各位。而且呢，要强调还没有经过 remap 的哦，它只是换了一个 Intake，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马力测试，那才有说服力给大家去买这一个产品嘛，对不对？可见我们这个产品不像那一种插烟头啊，或插 OBD 那一种啊，随随便便在 Facebook post 一下，做一下视频讲哦，这个可以上马力啊，可以提升你的油门
门反应啊，连数据都没有，只是口头上讲。这辆车呢，现在改了这个 Spirit R 的 Cold Air Intake 之后，它接下来还会换整条的 Full Exhaust， 再换可能 Intercooler 啊那种，马力可以更高的。如果你们看我这个影片之后呢，对 Spirit R 的 Cold Air Intake 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联络 BBT， 或者直接 walk in 到 BBT 的店，然后你跟他说你看了爱的人视频，大概1500块左右的预算，能够买到一个性价比高、又轻又可以提升马力的产品，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好了，这个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个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Goodbye。